最近看了个电视剧《六姊妹》，我又有些话要说了。先来说这里面的老太太，也就是六姊妹的奶奶。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，却接二连三有了6个孙女儿，但她从不因为儿媳妇生了女儿而口出恶言或者甩脸子。儿媳妇因此也非常感激老太太，婆媳关系处得很好。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结果已经不能改变，就要学会欣然接受，不论这个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因为结果已经不能改变了，欣然接受是最好的。如果事情的结果不如意，而其中牵扯到的人又不是诚心故意让这个结果出现，尤其是当涉及到的人还付出了努力，不论结果如何，都要看到别人的付出与努力，这样于己于人都好，所以他们婆媳的关系才能一直这么和谐。再来说六姊妹的妈妈，妈妈在晚年做错了一件事，独宠老六而寒了其他5个女儿的心。这个策略当然是很不明智，那5个女儿心里有怨，而独宠的这个呢，反倒有恃无恐，这算是遇人无数吧。关键是他还识人不明。我们常说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他对自己怎么样，还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。剧中有个情节，老六为了把老大赶走，带着人去砸厨房。老六能用这种手段对付大姐，当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别人呢？当然会。果不其然，对自己的妈妈，他也可以不择手段。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甜言蜜语，可是对别人恶语相向，对自己伏低作小，对别人颐指气使，那就要当心了。当有一天条件满足的时候，他一样可以对自己恶语相向，颐指气使，因为在本质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如果对此还有疑惑，看看当今的国际形势，以为文明了，进步了，和100多年前不一样了，结果呢？再来说六姊妹中的大姐，大姐在剧中的形象是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的一个形象，但却落了不少埋怨。我觉得有2个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处理事情太过于家长制了，自以为是为别人好，强行替别人做主。我觉得凡是别人的事情，最好让别人自己做主。即便是一家人关系比较紧密，把道理说清楚，利害讲明白，而最终的决策权留给当事人为好。如果当事人做出的决定与自己希望的不一样，决定既然已经做出，就要欣然接受，要学习奶奶的智慧。大姐还有一条呢，肯付出，但是不太会说漂亮话，这也算是一个不足之处吧。在这一点上要跟老六学一下。这些就是我看六姊妹想到的、学到的。最后再说一点，姊妹和姐妹的区别。如果说姐妹，就只有姐姐和妹妹；如果说姊妹，可能有兄弟，所以姊妹的意思是兄弟姐妹。